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你听到的音乐、看到的视频声音在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一些公共场合，总能听到嘈杂的外放声，它的音质也很糟糕。那你的感觉是没有错的，不仅仅是因为设备扬声器越来越好了，那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业内创作者都在有意无意的让他的这些视频、音频的声音变得更响一点，再更响一点，以至于这个音频行业里面产生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响度战争，来描述这个现象。那它的影响会比你想象的深远多得多，甚至是一个不可逆的行为。未来我们的听音环境可能很难回到以前那个美好的状态，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响度战争到底是谁在捣鬼。首先要说明的是，响度战争讨论的不是物理世界的响度，因为不管是歌曲还是视频，都是通过音频信号驱动音箱还有耳机把这个声音给放出来。那同一首歌通过不同的耳机或者音箱放出来，它的响度你也知道，它是天差地别的。所以大家有操作空间的只有音视频这个文件本身。所以只要能在同样的设备环境之下，我的作品比别人更明显、更响，那就是有意义的。我们先来听几段声音，我们不做任何处理，你来看一看不同年代的内容，这个响度是否真的变大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这对应的波形图应该也能看到它是越来越满的，这一定程度上确实在体现作品在变得越来越响。但是这里只是一个感觉，我们应该引入两个单位，分贝还有 LUFS 来帮助我们更好的量化来分析内容的响度。那分贝这个 dB 你肯定听说过，很多摄影机的拍摄界面、剪辑软件、音箱里面都能看到这么一个随着录制还有播放跳动的音频表。那它们都是以分贝作为单位，取0为最大值，表示系统能够承载的最大音量，然后往下取-3、-6等等来表示音频的响度。那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分贝它是一个对数单位，它不是线性的。那可能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但是简单来说，声音每大6个分贝，那在物理层面上，声音带动空气振动的这个声压，它就会翻1倍。比如这个飞机飞过的声音，说起来是比我们正常交谈声大了40 dB。那么按照实际情况来模拟一下，你听一听。Apple Vision Pro。声压其实差了100倍，这非常非常夸张。但是你也会觉得，它响好像也没有让我觉得耳朵是响了100倍的响。没错，因为人耳的听觉它不是线性的，所以这是我们发现用分贝来衡量它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再来听2段不同的声音，你看看哪个更响一点。是不是听起来前者要响很多？但是你看音频表的电频，其实它们是一样的，这是因为人耳对于不同频率的声音的敏感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事情就复杂了。科学家们经过大量的测试，得到了一个等响曲线，它代表了要达到同样的响度的听感，不同频率的声音要对应的补偿多少的这个响。所以为了更加客观的体现内容的响度，一个结合了刚才说的等响曲线，还有这个功率均值等各种复杂参数的新单位被创造了出来，它叫做LUFS。 那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在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这个单位，可能只是以前没有注意到。那现在我们可以借助这个 LUFS 这个单位来看看我们之前举例的音乐还有视频的声音，它们的响度是多少。交响乐是-24 LUFS， 那么来听听摇滚乐。摇滚乐是-15 LUFS， 那电子乐呢？电子乐则是-13 LUFS。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短视频，它们有多响。-12、-10
有一些甚至到了-6 LUFS， 这是我们过去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数字。你给以前的电影人和音乐人看，他们要被吓死的，因为短视频的响度现在是交响乐的8倍，这非常夸张。那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很多创作者都是非专业的，他们不懂响度，把内容做得太响，这情有可原。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响度战争不是近期才出现的，在10几年前，其实大家就在讨论这个话题了。早在从黑胶唱片转向磁带还有 CD 的时代，这个战争就已经开始了。那到底是什么驱动这些最专业的音频工程师还有混音师也一起悄悄地调高响度呢？我们准备了2个不同的混音片段，你来感受一下哪个更好听一点。你大概率会觉得后面这一段听起来，它细节更多，好像要更好一点。那其实我们做的调整非常简单，就是把后一段的声音调高了3个 dB。那响度战争实际上就是一个商业竞争，大家在挑选和购买不同专辑的时候，这声音大一点，听起来更爽。哪怕只有极少数顾客因为这个区别购买了响度更大的专辑，那对于制作商来说，它就是值得的。那我们现在话说回来，这响度大一点，其实你想，它不是听起来更爽了吗？好像没什么问题。那你真的说大，你把你的音响调低一点，这个推子往下拉一点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说它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是一场战争呢？那这个问题在于，如果只调高一点，确实没问题，但这个操作它没有止境。这个行为持续几十年之后，这水滴石穿啊，其实已经真的很离谱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一些极端的情况，请你确保现在你的音量不是在最大的，不然可能会被吓到。是不是特别夸张？如果你切歌的时候突然遇到这种情况，那肯定是会被吓一跳的。那其实这都算好的，在智能手机来临之后，其实大家的扬声器本质上比以前的电视弱多了，所以为了抢注意力，响度战争在这段时间里面被进一步激化了。早期的视频平台对于声音的响度限制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会出现有的视频超级响，有的视频超级轻的情况。那响一点就是有优势，所以大家比响的行为在一个周期里面达到了白热化，就是当初你地铁里面最吵的那段时间。你记不记得短视频里面会有这样完全碎掉的声音？这是因为音频信号能承载的东西是有上限的，就是0 dB， 它不能够无限大。当博主们把自己的声音不断调大，声音碰到上限的时候，这超过0 dB 的部分信号就记录不下来，产生了削波失真，这声音听起来就像呲了一样，这算是一个制度事故了。但是当年大部分短视频真的都是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这种如果你懂音频处理，肯定有朋友会说，你可以用压缩器来让它变得更好一点。那确实，压缩器能把声音里的响度过大的部分压小，这样可以保证声音整体更响的前提之下，不产生削波现象，没这么难听。我们来对比一下开关压缩器，你能不能听出来区别？其实这比声音炸掉听起来确实要好很多，只不过它也是有极限的。从音频的波谱图上，你能够看到所有东西都顶满了，但是我们丢失了什么？我们丢失了动态。那什么是动态？一段音频里面我们都知道会有低音量到大音量的部分，比如交响乐，又或者这样一段紧张刺激的电影。在很多场景之下，我们需要大的动态来给到听觉感官上的刺激。一味的提高响度和压缩，让它的动态小了很多很多，那样作品很难通过瞬间的响度变化带给观众给你冲击。特别是如今压缩器开得非常夸张的情况之下，声音原本的层次它也丢失了。初听哇真的很刺激，但是听久了也很容易疲劳。那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绝望，对吧？这听起来好像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但是其实到了流媒体时代慢慢规范，现在开始出现了一点转机。这是因为当今大家习惯在各种流媒体上听音乐、看视频，内容需要上传到平台再来做分发，所以平台会有机会检测、处理所有的内容。那有的平台是有收片响度要求的，比如说奈飞是负27 LUFS。
比这个电影院和广电的负24 LUFS 还要低。那苹果的 Apple Music 是负16，Spotify 是负14。那国内的视频平台我们看了一下，虽然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响度要求，但是我们统计了一下，近期热门视频的平均响度大概是负13.5 LUFS， 响度在负10 LUFS 以上的有15%。那实际上负10你也听到了，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了。你可以对比一下，同样的音量播放出来，奈飞是这个响度。短视频是这个响度。那再往下，有大概25%的节目响度在负14到负10之间，并且竖屏视频的响度会普遍更高一些。那我们自己影视飓风会把响度定在什么标准？我们当前定的是负16 LUFS， 这能够保证我们现在这么多视频里面，我们不至于声音太小被压过去，但是也能留有一定的空间来给你一些动态。所以你可以拿我们这个值作为一个参考来控制一下作品的响度。那这时候你肯定会问，我该怎么知道我的作品响度到底是多少？那这里我可以推荐一个软件 Uling Knowledge Meter， 它是有免费版本的，安装之后你的电脑里面只要播放内容，你就能看到它的响度，这非常的方便。那我们在统计测试的时候，其实还发现了一件事情，就虽然视频本身的响度差异很大，但在应用内切换播放的时候，我们也没调整音量，这播起来是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是因为平台都帮你做了一些响度均衡，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欢迎的，因为它在播放的时候调整了音量，让不同的作品最终放出来的时候响度是接近的，并没有调整你的元素材，这也让响度战争一定程度上失效了。所以我真的建议各位不要把作品的响度调得太大，这在今天已经没有太多的好处了。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转发，也可以把本期视频分享给你做视频还有音乐的朋友。只要大家能够把自己的响度控制在负16或者负24 LUFS， 把声音的动态层次给留出来，让大家的听音环境再好一些，或许在未来我们还有机会能够欣赏到像交响乐这样自然且宏大的作品。那我们下次再见。